不久前，台湾向立法院提交了下一代主力战机报告，证实了称台湾正在研制一种全新的隐身战机。根据相关报告显示，这种飞机的研发计划始于2019年，该计划参考了此前 IDS 潜艇的前建国造模式，由台湾中科院担任主合约商，汉翔公司为此次合约商。该机计划在2023年开始研发，预计超过上百亿新台币。首架原型机计划在2025年前公开亮相。最初，台湾希望基于 IDF 战斗机使用的 TFE-1042-70 发动机，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所需的高性能发动机，代号织女星计划。这一计划在2018年开始实施，并且获得了10亿新台币的拨款，对于开发新型发动机项目。另外，这种新型战机也将沿用永鹰高教机的航电设备。按照原计划，这种飞机将在2029年生产出首批9架原型机，但台湾声称，由于目前的局势，新型战机的开发进度必须加快，要求在2026年前生产6架原型机进行测试。由于国产发动机的技术水平不能满足需求，台湾最终决定向美国采购 F414 发动机，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KF-21 战斗机的动力来源。台湾的所谓下一代战机究竟长什么样？现在台湾也没有公布明确消息，有些消息声称这种飞机会采用双发射击，是一种中型战斗机，但以台湾的航空工业水平，这样的设计显然有些困难。单发轻型战斗机的方案或许更有可信度。作为台湾下一代主力战机的核心， F414 发动机的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F414 发动机是在 F404 发动机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专门为超级大黄蜂的升级改造而设计。美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EA-18G 咆哮者都使用这种发动机。此外，瑞典 JAS-39E 鹰狮、印度 LCA 光辉和尚未首飞的韩国 KF-21 猎鹰战斗机也都使用了这种发动机。由于在设计时要求能够和 F404 发动机通用， F414 发动机的尺寸和 F404 基本持平，很容易改装到超级大黄蜂和其他使用 F404 发动机的飞机上。而相对于较小的尺寸，也让 F414 发动机可以在中型机上采取双发射击。如果台湾想要开发一种单发机，那么可供参考的对象主要就是 JAS-39 和 LCA 两种飞机。两种飞机都使用 F414 发动机，都是单发轻型机，但都不具备隐身设计。后者的典型则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 FK-21， 这些飞机都可能成为台湾的参考对象。而目前台湾正在开发的永鹰高级教练机，实际上也是基于 IDF 设计的，只是简化了 IDF 上的作战系统，主要用于训练飞行员，差不多就是 IDF 青春版。永鹰的机体结构和 IDF 依旧非常相似，动力系统也完全相同。这样的问题在使用2台 F414 的 KF-21 上也同样出现，迫使韩国设计团队使用半埋式挂架的设计，牺牲一部分隐身性能。在单发战机身上，这种缺乏空间的问题只会更加明显，即使是日本、韩国这些拥有一定航空工业实力的国家，都在隐身战机开发上遇到困难。瑞典的战斗机或者说萨博系列战斗机设计思想一直要求兼顾截击、侦察、对地攻击这3大性能，不过由于技术限制，直到萨博37系列才实现一型多能，即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展多个用途的子型号。萨博37家族包括 AG 攻击型、SK 教练型、SF 侦察型、SH 海上察打型、GA 截击型。虽然能力全面，基本覆盖了空军战术飞机的实用领域，不过在整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复杂的子型号进一步降低了作战实力，恶化了后勤维护。随着萨博37的批量服役，瑞典空军也开始考虑后续机型的规划。进入70年代后期，情报显示苏联空军即将装备先进的第3代制空战斗机，于是新型战斗机的研制正式提上日程。瑞典空军准备用新型战斗机来替代萨博杠35龙和萨博37雷2款战斗机，要求它具备以制空为主的多用途作战能力，以求在保持较小规模的前提下提高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因此将新型战斗机命名为 JAS-39 型战斗机。JAS-39 战斗机的主要目标是截击接近瑞典海岸的外国飞机，对敌地面部队进行战术侦察，承担对陆军的支援任务。北方施救的诞生。瑞典领土狭长，
且距离苏联边境仅有200公里，加上技术难度和成本的综合考虑， JAS-39 定位是低成本的单发轻型多用途战斗机，从设计之初就定下了小巧多能的核心理念，这既成就了 JAS-39， 也限制了其后续的发展。JAS-39 的气动布局有多个方案，当时研究了许多飞机构型，包括前掠翼加微型双垂尾布局、传统的中等展弦后掠翼布局以及各类压翼加三角翼布局。SAAB 公司为此还与许多其他航空公司进行了技术交流，其中包括英国航宇公司、MBB 公司和洛克维尔公司。经过反复测试和论证，最后决定使用两侧进气的近距耦合压式布局。压式布局几乎是后期3代机发展的经典气动布局，包括我国歼10在内的多型战斗机都采用了这种布局。JAS-39 为两侧进气、单垂尾中单翼单发压式布局，前圆后掠43度的压翼安装在进气道外侧上部，为了与主翼获得最佳的气动力耦合，压翼有一定角度的前倾。考虑到翼下挂载大型弹药的必要性，而采用了翼身融合的中单翼，主起落架呈 A 字形安装在机腹，不占用翼下空间。主机翼说是三角翼，其实为了布置翼间挂架，主翼被设计成了后掠45度的切尖三角翼。台风和阵风也是这样的设计，而我国的歼10正好相反，高大的单垂尾布置在机尾。设计定型的 JAS-39 战斗机公开征求命名，最后决定以 SAAB 公司的文章鹰狮为名，也译为狮鹫。首架 JAS-39 原型机 39.1 号机在1988年12月9号首飞，然而在1989年2月2号 39.1 号机进行第6次试飞着陆时发生事故，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突然偏离跑道，并发生水平急转弯，主起落架支柱折断，飞行员轻伤。事后分析，事故原因是由于飞控软件扬辅回路中存在设计缺陷，产生了人机耦合震荡。SAAB 公司及时对飞控软件进行了升级修补，但是同样的事故在1993年8月8号再次发生。生产型 39.102 号机在试飞中坠毁，飞行员弹射成功。两次飞行缺陷导致的事故曾经让鹰狮的试飞工作一度中断，直到在洛马公司的技术支持下才解决飞行缺陷。重新恢复试飞工作的 JAS-39 战斗机最终在1996年6月9号正式交付瑞典皇家空军服役。1997年9月，索特奈斯基地 F7 联队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瑞典皇家空军一共采购了141架 JAS-39 系列战斗机。作为单发轻型战斗机， JAS-39 采用一台 2M12 型低涵道比涡轮风扇加力发动机，这是由通用电气公司和沃尔沃航空发动机公司在 F404-400 发动机的基础上联合研制生产的。与原型 F404-400 相比， 2M12 发动机改进了控制系统，使用了更先进的新材料和制造工艺，将发动机的推力提高了 10%， 不加力推力为 54.0 kN， 加力推力达到了 80.5 kN。 JAS-39 空战挂载下推重比达到了1以上。后续沃尔沃航发公司还对 2M12 发动机进行了升级，称为 2M12UP， 主要进行了换用全权限数字式发动机控制系统，改用火焰稳定器，对涡轮进行重新设计等工作。在成熟的中推发动机基础上发展动力，使得 SAAB 公司有效规避了现代战斗机研制中最大的难点之一，这也是瑞典军工体系的特点，即利用外援来解决自身技术短板。作为一款一机多能的作战飞机， JAS-39 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能挂载的弹药种类可谓琳琅满目。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 JAS-39 可以携带美制 AGM-65AB 型小牛空地导弹、DWS-39 型防区外弹药散布器和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小牛和宝石路这两种经典武器就不再赘述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 DWS-39 是一种惯性导航的无动力滑翔弹药散布器，其射程取决于载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散布器内有小型子弹药，配置模式有24枚反跑道炸弹、96枚集束炸弹、120枚反坦克地雷、504枚 SB44 型炸弹或1848枚 M42 GP 型炸弹。非制导武器包括 M50 航弹、
M60航弹和 A2AK70型火箭弹。SAAB 公司研制的 GAS-39 鹰狮系列战斗机可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紧凑小巧的机身上集成了复杂全面的航电系统，可以从高速公路上起飞，可以在简单维护条件下持续作战。开放式架构可以兼容大多数西方制式武器，虽然它限制原始设计升级空间较小，虽然在全球航空工业的激烈角逐中，台湾正以惊人的步伐崭露头角，尤其是在第5代战斗机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标志着其不再单纯依赖外部技术，而是坚定地踏上了自主创新的征途。5代机的研发历来是竞相追逐的制高点，当前 F-22、F-35、Su-57及歼20等顶尖战机引领风骚，各自拥有一大批军事爱好者的狂热追捧。在此背景下，台湾的雷电 F 计划应运而生，旨在打造具备5代机性能标准的新一代先进防御型战机。该计划的核心在于战机的隐身设计，通过内置弹舱减少雷达信号，搭配强大的矢量推力发动机以及先进的 AESA 相控阵雷达系统，不仅实现了探测距离与精度的双重飞跃，还促进了战机间的信息共享，极大地增强了航电系统的综合性能，为战场上的优势争夺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台湾航空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且人力资源有限，自主研发与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汉翔公司与中山科学研究院携手并进，在提升本土化制造与研发能力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基础的空调、起落架等硬件设备，到高端的相控阵雷达、航电系统等软件设施，均力求实现自主掌控，减少对外依赖。汉翔公司的领军人物马万军先生不时透露技术背后的故事。他提及永鹰高级教练机时指出，其本土化制造比例已达55%，虽不及早期的 IDF 战机，但这一成就为后续的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石。他强调，无论是高级教练机还是未来的初级教练机，每一步进展都是对本土航空工业知识体系的丰富与滋养，为本土企业培育了生产高端系统组件的能力。马先生以法拉利为喻，指出其成功不仅在于外观的炫酷，更在于其内部各部件的精工细作，如引擎、悬挂、变速器等。他坚信5代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开发出与之相匹配的高性能系统组件。他对台湾工程师寄予厚望，认为尽管在经验上或许稍逊于同行，但凭借扎实的知识基础与不懈的努力，完全有能力实现后来居上，创造辉煌成就。面对技术封锁的重重挑战，台湾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提升技术实力。马万军先生强调，台湾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公众对战机的初印象往往始于其外观的吸引力。不禁会想，这款新战机是否也继承了 F-35那标志性的流线美感，透露出未来战场的冷酷与先进？马万军先生作为行业的资深专家，以直率的口吻指出，尽管战机的外观设计已成定局，但为追求极致的隐身效果，其轮廓设计却与诸多5代机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他进一步阐述，战机的真正魅力远不止于外观的炫，更深层的是其内在的性能指标与尖端科技的融合，这才是衡量其战斗力的核心所在。对于初涉军事领域的爱好者而言，5代机家族成员间的差异或许显得微妙难辨。F-22与 F-35之间的差异，对于新手来说如同细枝末节的探索，而韩国的 KF-21更是在外观上与 F-35难分伯仲。这一现象背后，实则体现了5代机设计对于隐身与机动性双重追求的共识。正是这种追求，促使了众多相似设计元素的涌现。谈及战机的心脏——发动机，其强大的推力是确保战机灵活性与负载能力的关键，是战斗力不可或缺的支柱。汉翔公司通过与霍尼韦尔公司的合作，在 IDF 战机和永鹰高级教练机项目中积累了 TFE1042发动机开发的宝贵经验。然而，马万军先生也清醒地认识到，若台湾要独立研制高性能发动机，必须跨越2大障碍：发动机设计的极端复杂性和高温高压环境下热端部件所需的尖端冶金技术挑战。TFE1042发动机的发展历程是国际合作与技术攻坚的生动写照。受限于当时冶金技术的瓶颈，该发动机采取了合作的方式，台湾负责冷锻造部件的制造，
而发动机核心的高温高压部件则依赖美国的技术支持。这既展现了台湾在发动机研发领域的既有成就，也坦诚地反映了在关键技术上的合作需求。随着五代机设计趋势的深化，外观上的相似性日益明显。近期，一款即将面世、外观酷似 F-22的新机型，凭借其惊人的200千牛推力，吸引了全球航空界的广泛关注。日本通过官方发布的 F-91型航空发动机验证机宣传片，高调宣称其性能可与 F-22搭载的 F119 PW100 发动机相抗衡。随后，这款外形酷似 F-22的战斗机正式亮相，其完全符合五代机标准的设计，预示着未来空战领域又一股强大竞争力的崛起。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促使日本在军事装备现代化道路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急迫步伐与坚定意志。尽管 F-35战斗机已成功引入，作为一款主打单发中型对地攻击任务的战机，在面对如歼20等潜在高端对手时，其全面性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日本并未止步于现状，而是将视野拓宽至更为高端的重型战机领域，怀揣着拥有类似盟友 F-22猛禽那般空中霸主的梦想，旨在与 F-35形成互补优势，共同编织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防御网络。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日本在引进 F-35的同时，毅然启动了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宏伟计划。2016年4月，一款承载着日本航空工业梦想与希望的验证机成功翱翔天际，完成了其历史性的首飞。随后的1年里，该机历经严苛考验，成功验证了包括隐身与气动设计的精妙融合、前沿飞行控制系统以及先进的推力矢量控制技术等关键领域，为 F-3战斗机的后续研发铺设了坚实的基石。F-3战斗机作为日本航空工业智慧的结晶，不仅耗资庞大，更汇聚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尖端技术。预计于2027年步入量产阶段的 F-3被寄予厚望，其性能指标被期待能够全面超越 F-22猛禽与 F-35闪电2，成为新时代的空中霸主。这一雄心壮志的背后，离不开 XF9E 发动机的鼎力支持。这款采用第5代单晶涡轮叶片技术的发动机，标准推力即达150千牛，加力推力更有望突破200千牛，为 F-3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动力源泉。在设计哲学上， F-3战斗机深受美国 F-22猛禽的影响，但在追求极致隐身性能的道路上，日本并未简单复制，而是进行了大量创新探索。通过采用倾斜垂尾设计、进气口至尾翼的流畅过渡以及喷嘴处的尖端隐身技术， F-3成功地将雷达反射面积压缩至极致，极大地降低了被敌方雷达捕捉的风险。同时，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大量运用以及小型化机翼设计，不仅赋予了 F-3独特的外观，更在减轻重量、提升机动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飞行控制领域， F-3同样展现出了前瞻性的设计理念。先进的光纤飞控系统实现了光电信号与计算机之间的无缝对接，对战机飞行状态进行精准操控。这一系统不仅提升了战机的反应速度，还能根据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实时调整飞行姿态与战术布局，确保 F-3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发挥出最大效能。此外， F-3战斗机的武器搭载能力同样令人瞩目，其拥有全球最宽敞的弹舱，尺寸达到2米长、2米宽、5米深，能够轻松容纳各类重型武器，包括超音速导弹与远程巡航导弹等。这一强大的火力配置不仅让 F-3在攻击能力上独步天下，更在机身尺寸上实现了显著突破。结合其5米的机高、9米的翼展、14、17米的机身长度，搭配最新的 XF9E 发动机与尖端光纤飞控系统，以及丰富的导弹武器库， F-3战斗机无疑已站在了技术的巅峰之上，在台湾参与现代航空工业激烈角逐的征途中，展现出了不屈不挠、奋力争先的精神风貌。尤其是在 ADF 先进防御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的深耕细作上，台湾已积累了坚实的核心技术底蕴。面对未来 ADF 计划的蓝图，无论是倾向于采购美国的 F-404或 F-414引擎，还是致力于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引擎，台湾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理念：
掌握发动机自主设计与制造的关键技术，确保动力心脏的自由与独立。马万军先生深谙发动机研发之路的崎岖与挑战，他详述了从概念萌芽、系统设计、精细构思到严格测试，直至批量生产的漫长历程。他强调，尽管当前已在热端件技术上取得突破，但前路依旧漫长且充满未知。从零开始设计一款发动机，必须精确计算进气量，优化多级高压压缩比，调整燃烧效率等复杂参数。马万军先生对台湾年轻工程师队伍充满信心，坚信他们具备克服一切困难的能力。他同时指出，台湾航空工业及5代战机项目的成功，关键在于明确的发展主题与政策导向，为产业指明方向，激发青年工程师的创新潜能，从而在全球航空技术竞赛中稳占一席之地。新型战斗机的诞生是政策引导、空军需求、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汉翔制造及学术支持等多方力量协同作战的结晶。ADF 战机的发展恰似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其顺利推进既需强有力的推动，也离不开深度合作，以技术转移促进进程。汉翔公司近期宣布，初级教练机2阶段设计已启动。公司还透露了各型战机的自主生产比率，从 IDF 战机的48%、永鹰高级教练机的55%，到新式初级教练机预期的75%，直至下一代 ADF 战机有望达到的95%，展现了台湾航空工业自制能力的显著提升。随着系统件制造与供应链的成熟，台湾正稳步迈向独立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宏伟目标。汉翔公司秉持稳健发展的理念，拒绝急功近利，致力于在稳定中寻求进步。在此过程中，台湾尤为重视年轻工程师的培养，通过设立专项奖学金与培训计划，吸引并培育航空工业的未来之星。汉翔与中山科学研究院携手并进，在发动机、航电系统等关键技术领域展开深度探索，通过模拟实验与原型测试，不断突破技术壁垒，特别是在发动机推力与燃烧效率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此外，汉翔公司还积极拓展合作，与全球领先的航空企业建立技术交流的桥梁，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加速自身研发实力的飞跃。与欧洲多家顶尖航空制造商的合作，不仅促进了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共同研发，更提升了 ADF 战机的整体性能与可靠性。展望未来， ADF 战机将继续作为台湾本土企业发展的强大引擎，确保台湾在航空工业领域的自主性与领先地位，书写台湾航空工业的新篇章。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本期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